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10年蜕变记，从花千骨到酱园弄，她靠演技逆袭全网。从农村丫头到国际影星，赵丽颖用19年砸碎所有偏见。谁说圆脸不能当女主？花千骨哭碎200亿人心，知否演绎闺秀心计，酱园弄墨绿旗袍惊艳夹纳，每个你不行都是她逆袭的战书。还记得2015年那个夏天吗？满大街都在放花千骨，那个顶着包子头的小姑娘，怎么就霸屏了整个暑假？圆脸真就演不了女主角。赵丽颖这个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姑娘，愣是用10年时间把这问号砸得稀碎。她这一路简直比励志剧还热血。2006年她站在雅虎搜星台上，才19岁，中专毕业，卖过化妆品，端过盘子，跟明星俩字八竿子打不着。拿下冯小刚组冠军算是进了圈，可进门才发现，好家伙，领的是龙套入场券。金婚里演蒋雯丽没啥存在感的女儿，索清秋给冯绍峰当背景板丫鬟，更多时候连句台词都混不上。那几年她在剧组吃的盒饭，估计能堆成山。最出圈的角色，大概就是《新海珠》里温温柔柔的晴儿了。更扎心的是，有人指她圆脸说：“你这长相不够高级，演不了大女主。”换别人早蔫了，赵丽颖偏就咬着牙等着瞧。2013年《陆贞传奇》终于让她当了回女主。陆贞从底层宫女逆袭成女宰相，这剧情跟她本人多像。剧是真火了，可又有人嚼舌根，不就是甜妹专业户吗？那就再来个大的呗。2015年花千骨开拍前，谁敢信她敢演黑化？听说她熬夜琢磨剧本，还跑去跟导演掰扯，小骨前期不能光傻白甜啊的买点暗流。瞧人家这专业劲儿。结果呢？花千骨从懵懂到绝望再到毁灭，哭碎了多少人的心？200多亿播放量，一半市场占有率，到现在还封着师徒虐恋天花板神位呢。谁说圆脸没仙气？小骨就是仙侠剧里最让人揪心的神仙。爆红之后，他也没躺功劳簿上，转头就玩起大变活人。知否里的盛名栏够经典吧？温温吞吞一闺秀，心眼比谁都多，跟他以前那些傻白甜角色简直不是一个妈生的。风吹半夏更狠，他为演活钢铁女老板许半夏，增肥10斤素面朝天，穿着大花衬衫西裤，走路带风，眼神像刀子。你能想象这是当初那个软萌小骨？妥妥现实版商战大女主。电影圈她也杀疯了。张艺谋的《第20条》里演聋哑母亲郝秀萍，真就闭关3个月练手语。电影里那种无声崩溃的绝望，观众看完纸巾都不够用。今年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实至名归。陈可辛的酱园弄预告片更绝，一头慵懒大波浪配墨绿丝绒旗袍，金丝眼镜后面眼神像能穿透人心。镜头一转成短发西装姐，叼着烟卷奋笔疾书，帅到炸屏。谁能相信这是同一个人？这演技简直是橡皮泥捏的。你说他拼不拼？拍《陆贞传奇》坠马摔出永久腰伤，楚乔船沙漠里滚到浑身淤青，一年365天有300天泡剧组。生孩子没歇2月就复工，当主持人打趣男神都跟你合作，大家可羡慕坏了吧？姐直接霸气反杀，羡慕我？该羡慕他们能跟我合作才对。这话撒的，当代职场女性嘴替。今年更开挂。戛纳红毯上酱园弄墨绿旗袍造型闪瞎外媒眼睛，纽约翠贝卡影展她又变身监制，带着新剧在人间杀过去。黑长直配香槟金亮片裙美得发光，转天换上黑白战袍直接 slay 全场。外媒彩虹屁吹爆，东方的优雅先锋。演戏演到国际瘾，自己当制片人带作品闯世界，就问你服不服？新剧在人间玩多重人格悬疑，他又是演又是监制双重身份。电影《向阳》花直接挑战刑满释放人员边缘角色，发现没？
她永远在替那些被忽视的草根女性说话，像不像在演平行时空的自己？爬她这19年履历，河北农村娃，中专毕业站柜台，选秀出身熬7年龙套，硬是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。从被炒土气丫鬟到收视女王，从电视剧横扫到电影圈拿奖，今年直接冲出国门当监制，廊坊小土妞进化成国际影，这剧本爽文都不敢写。人家奖杯早摆不下了，飞天视后金鹰视后百花女配，但比奖杯更闪的是他砸烂的那些偏见。农村娃没演技，中专学历没文化，圆脸扛不起女主，电视剧他拍不好电影，每个不可能都让他踹稀碎。如今37岁站在纽约的灯光下，那底气可是19年一场戏一场戏夯出来的。赵丽颖出道以来刚好10年，从当年在花千骨中初来乍到的小骨，到如今在酱园弄中被誉为民国大女主天花板，这一路下来的蜕变与成长，正是她用作品和实力为自己发声的最好注脚。10年前，她还是那个青春清新，带着点弱不禁风气质的新人。通过花千骨的爆火，她迅速圈粉万人，再次翻红后开启了她的霸屏之旅。可那时的赵丽颖虽然可爱讨喜，却也曾被贴上甜美演技肤浅的标签。从花千骨开始，赵丽颖凭借温润的颜值和清透的气质进入大众视野，但她也面对着对偶像流量的偏见。许多人认为她只是偶像女演员，仅仅靠颜值和人设撑起流量，而非真正的实力派。然而，赵丽颖并没有顺从这类定势，而是选择在演技上不断进阶。接下来的几年，她主打多部有所突破力的作品，楚乔传的坚毅英姿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儒雅端庄，有匪的冷艳御姐风，每次都是对角色层次的再挑战，也进一步丰富了观众对她的认知。但这些虽然成绩斐然，还不足以让她摆脱甜美灵气的印象。直到酱园弄横空亮相，这一部被多方称为民国时期的女性群像大作，也被看作是赵丽颖演艺道路上的又一次重要转折。她在其中饰演的角色坚韧果敢、独立自主，与早年的角色形成鲜明对比。她的演技与气场在这部作品中被推向极致。要知道，酱园弄并非偶像剧类型，它没有以爱情主线消费流量，而是以角色自身的成长和时代背景塑形。赵丽颖不仅要面对时代冲突、观念碰撞，更需要展现一个女性从稚嫩到坚韧，从柔弱到果真的完整心理变化。这样的深度挑战，对任何一位演员而言，都不是轻松能完成的任务。而她用行动证明自己做到了。在人物备战过程中，不仅阅读大量历史资料，还主动与制作人、导演和编剧沟通，以便更准确理解角色背景与心理动态。表面温婉的她，内心下蕴藏着的不仅是时代敏感度，更有女性觉醒后的坚强与智慧。从镜头语言来看，她能在无声处说完一场戏，只是一个眼神，一次轻微侧身，就足以将角色的复杂情绪、社会压力与内心挣扎表现出来。这就是演技，一种无声却具力量的张力。很多观众表示，看到她在酱园弄里的一段长镜头，无需台词，却能被角色抓住心脏，就仿佛真的进入了那个年代，和角色一起生存、思考、挣扎。这种情感共振，是所谓流量演员所难以做到的境界。回望10年前的赵丽颖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被爱与讨好包裹的小仙女。再回到现在的她，不再是靠脸吃饭的偶像，而是一位愿意用心打磨角色、深度感受剧情并传递真情实感的演员。显然，这10年中，她没有躲在舒适区，也没有固步自封。相反，她越跨越越尖，越突破越来越稳。她对自己说，我想由里向外演戏，而不是由外向里安慰观众。我想要的不只是好看，而是打动我自己的心。正是这种对作品的敬畏，对表演的渴求，对自我突破的执着，
让赵丽颖一步步脱标签。未来她不必再被甜美代表束缚，而能以更为多元与复杂的形象出现。可以是坚毅舞者，也可以是独立女性，可以是时代背景下的悲情人物，也能是普通人生中的真实存在。观众的期待也随之改变。当今观众不再只看脸，不再满足于肤浅情节，更在意角色深度、作品厚度、演员的共情能力。赵丽颖的蜕变刚好契合了这种跨越式成长的进步轨迹，也为她的未来带来更多可能。在此，我们也想送给赵丽颖以及所有关注她的观众一句话：10年是一场耐力赛，更是一次修行。一路下来，她用一次次角色呈现了自己，也向时代交出了一份作品答卷。或许她在舞台上的光芒已经成为过去，但那个不断追求突破、不断打磨表演、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演员，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存在。愿我们都能像赵丽颖一样，不被当下标签束缚，勇敢往深处走，往远处看，也能在每一个被问你是谁的时刻，用行动去作答。坚持己见，钻研本心，始终把自己交给时间与作品，那才是演绎真正的价值与力量。舞台上是光，生活中是风。王一博的时尚魔法全现出圈。王一博以独特气质与穿搭重新定义时尚边界，从 Vogue 大片到日常街拍，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，展现时尚及态度的魅力。王一博这个名字在时尚界掀起了一场革命，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像是在演绎一场时尚的魔法秀。从 Vogue 的镜头下到日常的街拍，他以独特的气质与穿搭重新定义了时尚的边界。黑色斜纹软呢外套 Chanel， 香奈儿 Chanel 夹克女士长袖衬衫纹棉质呢上衣外套秋冬新款36，京东好评率100%， 77886人民币购买。在 Vogue 的时尚大片中，王一博身着香奈儿的华服，展现了他对时尚的独特理解。黑色斜纹软呢外套搭配印花牛仔裤，脚蹬黑色乐福鞋 J12 Blue 钻石陀飞轮腕表成为点睛之笔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时尚魅力。印花牛仔裤、黑色乐福鞋均为 Chanel， 但王一博的时尚魔法不仅仅局限于舞台，在他的日常生活中，他依然保持着对时尚的敏锐嗅觉。他可以在街头的咖啡馆里穿着简约的白衬衫与牛仔裤，搭配一块经典的腕表，轻松打造出一种随性而又不失格调的风格。他的每一次出场，似乎都在告诉我们，时尚不是华丽的堆砌，而是一种态度，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与尊重。黑色刺绣花枝斜纹软呢外套为 Chanel， 他就像是一位时尚的诗人，用服装作为语言，书写着自己的故事。他的时尚魔法不仅是对潮流的追随，更是对经典的传承与创新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尚界，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一道永恒的印记。王一博，这位曾经因舞台上的光芒被万众瞩目的青年演员、歌手与舞者，如今已悄然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蜕变。从最初令人心跳加速的偶像出道，到如今在时尚、影视、商业等多个领域全面开花的多栖选手，他以不张扬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。在舞台上，他是光，是全场的焦点，是无数观众在灯光之下仰望的存在。无论是唱跳俱佳的舞台表演，还是在综艺节目中精准的滑板动作、摩托技能，又或者在剧组拍摄中的敬业与专注，他都将专业二字贯彻到底。他的光并非耀眼刺眼，而是温柔坚定，仿佛一束稳定而强韧的聚光灯，在喧嚣中引导观众看清他努力的痕迹。但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走下舞台的王一博却是一阵风，轻盈、不羁、自在。他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明星那样时时刻刻活在聚光灯下，而是更像一个身边的朋友，一个不善言辞却充满力量的存在。
他的私服穿搭风格多变，或街头，或极简，或机能感十足，每一次亮相都让人眼前一亮。没有过多语言表达，但却用风格语言讲述着自己的态度。这正是他时尚魔法的魅力，低调却拥有强烈的个人辨识度。近年来，王一博频繁现身国际时装周、高奢品牌活动，甚至成为多个国际品牌的代言人。他以独特的东方气质和高级感征服了一众时尚圈人士，不论是巴黎的浪漫、米兰的优雅，还是挪威森林中拍摄的大片感，他都能完美消化并呈现出王一博式的时尚美学。从流量小生到时尚王者，他用实力说话，也用审美让人信服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从未将穿搭仅仅视为一层外衣，而是当成展现人格与精神状态的窗口。有人说他的风格像谜，有时冷峻，有时温柔，有时锋利，有时松弛，这其实正说明了他对时尚的态度真实。每一次穿搭背后都是他生活状态的真实投射，是一种无需言语的表达。或许这就是他在镜头下风的状态，自由、随性，却又不可忽视。而在社交媒体时代，王一博的时尚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。他的每一条动态，每一次街拍都能引发粉丝争相模仿与热烈讨论。不少网友笑称，王一博就是行走的穿搭种草机，从他那里找灵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。他不是在带货，他是在带态度，不盲从，不迎合，不装饰，只做自己。不可忽视的是，王一博时尚影响力的崛起，离不开他自身多元身份的积累。他在影视剧中展现的角色魅力，为他赢得了更广泛的观众基础，而他对赛车、滑板等冷门爱好的坚持，则使他与众不同，特立独行。这种少年气与专业感的交融，让他在时尚表达中更加可信，也更具灵魂。他不是一个人设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。这也正是为何无论时尚圈如何变化，他始终能稳稳站在 C 位。如今的王一博已经不再只是偶像的代名词，他是品牌的灵魂代言人，是时尚语言的表达者，是一股兼具文化性、商业性与时代精神的风暴。从舞台到生活，从光到风，从锋芒毕露到内敛自持，他让我们见证了一个人可以在不喧嚣的情况下，也能掀起属于自己的浪潮。而对于我们这些观众而言，王一博的出现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，更像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回应。他身上承载的是年轻人对自我探索的勇气，对理想的执着，对风格的坚持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不将就的生活方式，也感受到了无声的坚定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时代，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，用作品和人格双重打动人心。他不说太多，但每一个作品，每一套造型，每一场登台，都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回应。他将时尚二字还原为表达的本质，也因此赢得了更深层次的认同与共鸣。写到这里，想说的不只是赞美，更是一种由衷的感慨。王一博的成功并非偶然，他每一个看似轻盈如风的瞬间，背后都藏着无数个日夜的汗水与坚持。而他之所以能在舞台上是光，生活中是风的状态中切换自如，正是因为他始终忠于内心，从不被标签定义。愿我们都能像王一博那样，在人前发光，在人后坚韧。愿我们也能在人生的每一段旅程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风格。也许我们不一定成为光或风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勇敢做自己，活出不被定义的模样。致所有关注王一博、关注时尚、关注成长的你们，愿你们在追光的路上，也不忘做那阵自由的风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